歡迎回到小老婆汽車資訊網，我是卡普大叔，為各位帶來本周的車壇快報。光陽 K1 一改過去的滿配哲學，推出 K1 的減配版車型 K1E， 將原先的 LED 大燈、雙槍後避震器改為了傳統燈泡大燈與側置單槍後避震，進一步降低入手門檻。價格方面，光陽針對 K1E 推出限時購車優惠，前後鼓剎車型最低48500元起就能入手。K1E 外觀延續既有車身輪廓，但因為配備調整的關係，讓車頭造型有了些微的改變。動力方面，採用 124.6cc 氣冷 2V 引擎，最大馬力 10.1 PS， 平均油耗高達1公升 60.2 公里，搭配 6.4 公升油箱，能滿足日常續航。透過些微的配備調整，推出不同規格與價格區間的車款，由此就能看出國民車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。究竟 K1E 是否能夠旗開得勝，拿下好成績，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。森陽 DRG 彎道特仕版無預警的推出了傳統鑰匙 KeySet 選項。今年初 DRG 改款加上了彎道 ABS 與 TCS 之後，共推出了2種版本，分別是採用傳統鑰匙配備 ABS 與 TCS 的 E 版本，以及採用 Keyless 智慧鑰匙並配備彎道 ABS 與彎道 TCS 的 C TCS 版。而最近森陽官網上則多出了第3個 C TCS 版 KeySet 選項，顧名思義就是傳統鑰匙搭配彎道 ABS、彎道 TCS 的版本，讓消費者多了一種選擇。因此，如果你是想要頂級電控，又不想改變用車習慣，覺得繼續用傳統鑰匙才覺得安心的騎士，現在可以有 KeySet 版本可選嘍。單二活塞卡鉗竟然要賣近台幣3萬元？是的，你沒看錯。這是 Advantage Nissin 推出的競技級越野卡鉗，採用鋁合金單體 CNC 切削，讓你擁有 MXGP 賽車同級的剎車體驗。這顆身價不菲的卡鉗是由 Advantage 與 Nissin 共同開發，針對競技級越野車設計，實際搭載在 Suzuki RMZ 450賽車上。卡鉗本體為 CNC 一體式切削，確保輕量化與結構強度。活塞則採用直徑27mm 的鍛造鋁合金活塞，表面經過 Kashima Coat 塗層處理，具備超低摩擦力、超強耐磨損與抗腐蝕性。透過不同規格的卡鉗座，能對應市面上絕大多數的越野車與滑胎車，像是今年推出的 Suzuki DRZ 4S 與 SM 都能安裝。雖然要價不菲，但對於斤斤計較的越野車來說，這款競技級卡鉗是不可多得的好選擇。喜愛復古車的車迷有福啦 ！Suzuki 復古雙生車款 GSX 8T 與 GSX 8TT 率先在荷蘭發表了全新配色，新色一改過去內斂的大地色系，改採暖橘與暗紅2款高彩度色調，大幅提升視覺張力。GSX 8T 新增的 Glass Blades Orange 與海牙布薩25周年紀念車相同，搭配金色倒插，相當吸睛。GSX 8TT 則新稱 Candy Daring Red。試乘適用於 GSX S1000 GT 與 Katana 的配色，搭配 8TT 的雙色線條，相當有層次感。除了新車色之外，另一個好消息是 Suzuki 針對 8T 與 8TT 等800雙缸平台推出定速巡航選配套件，包含 GSX 8R、GSX 8S 以及 Vistone 800在內，同引擎車款都能使用。套件採用模組化設計，將開關安裝在左側握把處，輕鬆實現定速功能。現有車主也能透過選購來升級。雖然新色與定速套件率先在荷蘭發表，但2台車都屬於全球戰略車款，相信未來無論是新色還是定速巡航，都有機會在國內看到。台灣 Mazda 8月18號正式宣布第3代大改款的 CX-5 在台上市，全車系提供4個車型等級。價格從新台幣94.9萬起到116.9萬元。全新 CX-5 無論是車長和軸距皆迎來小幅成長。車頭導入懸浮式混動之翼水箱罩，並搭配雙 L 造型日行燈導光條，質感不俗。此次配色也首度導入湛海藍烤漆塗裝，受惠軸距增加，後座膝部與頭部空間同步放大，外加更深的行李箱與更低的開口高度，讓乘客在日常使用上更加便利。配備方面，入門版即享有手機無線充電座、10.25寸數位儀表和雙區恆溫空調等配備。高階車型則升級15.6寸車載螢幕和加熱座椅等。全新 CX-5 也是目前國內唯一將4驅系統列為全車系標配的進口平價休旅。動力採用 2.5 升4缸自然進氣引擎，能繳出188匹最大馬力。
憑借着不錯的配備牛肉和價格布局，相信 CS5 依舊能夠在車市繳出不錯的成績單。那銷售上能不能拉近和對手 Toyota RAV4 之間的距離呢？就讓我們看下去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，喜歡的話幫我們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並且開啟小鈴鐺。我是卡普大叔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